你最近有没有发现电费又偷偷的涨？过去几年，全球的电价经历了爆发式的上涨，欧洲民用电价格上涨了36%，美国上涨了20%，以及日本、韩国等国家都经历了创纪录的电价上涨，并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。就在今年，科技圈又发生了一场核能电厂的圈地运动。亚马逊、微软、Meta 等这些万亿巨头，为了给他们的 AI 机房供电，直接用高于市场50%到100%的价格，把核电和天然气电站的电通过专线直连抢走了很大的一部分。而结果就是留在公共电网里的便宜电变少了，由此产生的电厂扩建成本正在均摊给我们普通人，成为手里的隐形账单。今天我就用普通人的视角，把这笔账单掰开揉碎的算清楚 AI 到底有多能吃电，为什么非要抢核电，在缺电的时代背景下，我们普通人到底付出了什么，而属于我们的机会又在哪里？随着 AI 的普及， AI 大模型已经融入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。平时我们用 ChatGPT、DeepSeek 写总结，让 Claude 画图，感觉啪啪敲几下键盘就完事了，对吧？但在幕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。AI 不光是一串代码，它还是一个超级的吞电兽。平时我们用阅览器进行一个普通的搜索，大概需要消耗0.3瓦时的电。而你向大模型提出一个复杂的问题，让它帮你思考、推理、生成文本，它背后的电力消耗是传统搜索的10到15倍。如果让它生成一段视频，或者跑一串复杂的代码，耗电量更是呈指数级的往上飙升。它耗的不是你家的电，那它耗的是哪里的电呢？答案是数据中心啊。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的报告，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正在飞速的增长，到2030年可能接近945太瓦时。945太瓦时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英国、意大利再加上法国这3个欧洲大国的全年发电量全部加在一起，不给工厂用，不给居民用，全部喂给 AI， 这才勉勉强强的够用啊。而更离谱的还在后面。我们知道 AI 离不开芯片，而这几年在科技圈最火、最抢手的硬通货就是英伟达的 AI 芯片。比如 Blackwell 构架的 B200 芯片，大家都知道它的算力无敌，但是在电力圈，这个芯片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，它叫做电网粉碎机啊。一张身份证大小的英伟达 B200 芯片的功耗就已经突破了1000到1200瓦。1200瓦是什么概念？你家里大功率的微波炉或者电热水器，差不多就是这个功率。这还只是一块芯片。像 Meta、Google、微软等等这些科技巨头，他们一个 AI 集群的数据中心里面就塞了几十上百万个这样的芯片。你想象一下，这个规模的芯片集群同时开启，24小时不停的运转，整个城市的电网都会为之颤抖啊！首富伊隆马斯克就曾经警告过，全球已经从缺芯片，现在变成了缺电力，到最后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电来跑 AI。这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想说，我们不是在搞风电、太阳能发电吗？又环保又安全，他们为什么非要死磕核电呢？那是因为 AI 对电力的要求非常的苛刻。风电和太阳能确实很干净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，它们极度的不稳定。没有风，没有太阳，它就发不了电。发电的量随着天气和昼夜的变化而剧烈的波动。此外，水力发电虽然稳定，但受地理条件的限制，很难扩容啊，难以满足现在 AI 爆炸式的电力需求。而 AI 训练和推理一刻都不能停，它需要电压、电流极度平稳的24小时不停的供电，哪怕出现极短的电压波动或者中断，在高密度芯片的集群里都可能出现服务器故障、计算中断，导致价值几十亿美金的训练任务前功尽弃，数据丢失啊。而现在的 AI 数据中心可等不起，每一个数据中心都背了一身的债务，他们必须24小时不间断的跑，停1秒钟都可能损失上百万美元。而核电呢，它就是绿色能源里的稳定器，几乎零碳排放，一年到头不间断的发电，能量的密度极高，一座核电站就能稳稳的供应好几个超大型的 AI 集群啊。所以既要满足24小时不停和绝对的稳定，又要是100%零碳的清洁能源，还要能量密度大到能塞进寸土寸金的数据中心旁边。放眼整个地球，唯一的答案就只有核电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微软重启三里岛核电站，
Google、亚马逊投资小型核反应堆 SMR， 大厂们都在为他们的 AI 算力抢干净又靠谱的电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妙，人类科技最前沿的结晶，能够模拟人类大脑穿越奇异点的 AI 大模型，它的命运生死线依然被最原始、最笨重的能源之墙卡住了喉咙。我们看到科技巨头们在上面开疆拓土，打得不可开交，而这一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究竟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真正的财富密码又向哪里转移了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白一个残酷的核电产业大前提：全球的核电资源在短期内是绝对的存量市场。什么叫做存量市场呢？简单来说，短期核电厂能产生的电就这么多，你多用一点，别人就只能少用一点。为什么呢？盖一座新的核电站，从审批到环境评估再到动工，大约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啊。这导致科技巨头们现在为了给 AI 供电，只能满世界的去抢现有的核电。当亚马逊、微软、Meta 这些大厂用大幅高于市场的价格把核电站的电直接用专线接走之后，这种节流效应就发生了。公共电网里的清洁电力被抽走了，剩下的普通工业制造，甚至我们普通人用的民用电，就不得不去使用更贵、污染更大的天然气或者煤电。而这不是随便说说的。根据彭博新闻的披露，在美国数据中心附近的电力市场价格比过去5年增长了267%啊，也就是翻了3.7倍。而电网从电力市场买了这些高价电，再卖给我们普通人。像弗吉尼亚州、宾夕法尼亚州这些数据中心密集的地区，当地居民的电费账单已经因为电力需求爆发而飙升。过去5年，华盛顿州民用电上涨了约94%，马里兰州上涨了约74%，缅因州上涨了约73%等等。所以大家发现没有，这场 AI 革命的账单莫名其妙的就被转嫁到了我们普通人的身上，而普通人却不知情的支付着这些隐形的账单。这个时候屏幕前聪明的小伙伴肯定在想，电力电需求这么强，那核电站产业链的上游是什么呢？核能的原材料还有没有投资的机会呀？那我们下面就聊一聊核燃料的核心，以及向大家展示一下核电的产业链。全球油矿的供应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，超过70%的产量控制在哈萨克斯坦、加拿大和埃米利亚等少数几个地区。随着全球科技巨头集体向核看齐，国际油价在过去2年里经历了一轮堪称疯狂的超级周期啊！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油矿龙头卡梅科的股价呈抛物线一样的上涨，这是因为时代的逻辑变了。在 AI 爆发以前，大家觉得油矿是一个夕阳产业，人们一直觉得核是非常危险的，比较排斥啊。就算是核电站，也是几十年不建一个。可现在油矿变成了 AI 时代的金矿，谁手里有油矿，谁就能卡住科技巨头和核电的脖子啊！而讽刺的是，有些学会计的小伙伴可能知道，前2年在我读研的时候，风靡全球的 ESG 指标，也就是评估企业对环境、社会、公司治理的评估指标，如今由于 AI 的兴起，已经完全被抛于脑后了。ESG 指标本来是投资圈的政治正确，基金经理们要求企业必须要绿色环保，要道德合规，机构甚至直接把传统能源和核能踢出投资名单。可现在呢，在数据中心一天24小时疯狂耗电的现实面前，只要能提供稳定清洁的电力，核电、油矿就是这个时代的香饽饽。那在这个缺电的时代背景下，对于我们普通人的机会，那只有油矿吗？当然不是，油矿只是与核电最直接的关系。我们可以像拆解 AI 基建一样，从 GPU 芯片到内存，到芯片封装，再到光模块一样的来拆解核电啊。在这里，我制作了一张从最上游的油矿到燃料加工，到反应堆器材，再到电力输送环节，以及最后的维护运营等等，整个核电产业链的图，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呀。这个时候，有的小伙伴就说了，我不想投资，我觉得投资不靠谱，我就是想创业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有没有创业的机会啊？当然有了。虽然核电厂我们普通人做不了，但是我们只需要转变一下思路。就像我们上面说到的，AI 数据中心就像一台永不停机的超级加热器，
几十上百万块芯片24小时疯狂的运转，产生了极其恐怖的热量。而这些大厂为了散热，每年要花费巨资用冷却液、用冷风系统、用冷却塔等等来散热。假如一家数据中心一年的总电费是10亿美元，那他们就还要花2到3亿美元来散热。而对于创业者来说，这是一个2026年非常火的边缘赛道——数据中心废热回收啊！有些创业者在数据中心附近买地或者租厂房，拉管道把数据中心排出来40度、50度的高温冷却废水接过来，二次利用这些稳定和免费的热源，比如说建立温室、养殖热带鱼或者反季节的蔬菜啊，给木材、农产品做工业烘干等等业务。这种生意不仅靠谱，而且政策还扶持。欧洲有些国家，比如德国政府提供高达30-40%的投资补贴，而美国也有多个州有税收减免等等优惠政策。而这些数据中心自己为了省钱，也愿意提供补贴与长期的合同给这些愿意帮他们散热的创业者。只要你能把数据中心不要的废热接走，你就能实现低成本、24小时的稳定能源生意，爽不爽？当然了，创业从来不是100%能够成功的，这也需要结合你的本地资源、运营经验以及基础设备的投入啊。在过去的几十年，每一次科技的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，就是绝大多数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最耀眼的明星身上。在互联网时代，大家最关注的是搜索引擎、社交平台等等，但在这些明星的后面，服务器、通信网络、云计算基础设施等等也在同步的受益。在新能源汽车时代，人们关注的是汽车品牌的竞争，但产业链背后还有电池、矿产、材料以及大量供应链企业，他们也受益于产业趋势的上升。而到了今天 ，AI 革命正在进入一个更加深层的阶段。未来的竞争不只是模型的参数竞争，也不只是芯片的性能竞争，而是整个产业链的竞争，包括能源、电力、基础设施以及整个资源供应链的竞争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诞生赢家，也会淘汰很多的跟随者。真正重要的是，不要盲目的追求热点，而是看懂一个时代背后的底层逻辑。当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最耀眼的 AI 应用、最强大的芯片公司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一下，支撑整个时代运行的基础设施是什么？是谁决定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瓶颈？谁又能因为时代的变化而获得新的机会？真正的了解了这些底层逻辑，才能让我们从人群中脱颖而出。在未来，我会继续带大家看宏观、找投资、聊趋势。如果你喜欢此类内容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，你认为 AI 时代最大的限制是什么？是芯片？是内存？是数据？是传输？是电力？是能源？还是其他的因素？你的观点可能会成为下一期视频讨论的主题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